大家好，从河道这侧来看呢，更可以看出屋顶上的瓦片已经被台风拆得差不多啊。接下来就是得自己来了。如果觉得还好，从内侧来看就知道还需要一些时间啊。会拍摄这些影片的原因，原本是自己拿来安排工序使用，看要怎么做效率会比较好，会比较轻松。内部的这前两间，一间是杂物间一间是后来又有养过鸡，因此处理起来会比较繁琐。而比较单纯的闲置养猪间清除碎瓦，再利用瓦片堆砌出菜床，经过小孩子帮忙清洗后，已经可以进入秋冬作物种植了。至于隔壁的这间地面，特别将拆除的网子与藤蔓堆叠，是要做利用，拿来当做最后拆除剩余瓦片的帮手虽然说一般是习惯找个人帮忙将瓦片接下来，但是单人还是有单人的办法啦。反正这瓦片量已经不多，上下爬个几次就可以解决。刚才铺设的藤蔓与网子呢，是要用来提高缓冲力一次丢个5-6片瓦片下来不是问题唯一就是得丢准避免将完整的瓦片撞成碎瓦片。拆除完毕后，将影片拉回成年猪舍整理前的样子这样可以方便比较整理前后的差异当初贪图这野生的火龙果正在结果也就从靠近菜园的右侧开始整理。不过牵涉到取水、排水的便利性，就又回到左侧。进一步清理过走道后呢，更是有了明显的变化。而这走道每个隔间的出入口都设有闸门用途可能是过往让猪只可以换间，方便清洗而拿瓦看到闸门的反应直接是不敢靠近目前看到的猪舍上方瓦片已经全部都拆除掉，就连被火龙果盘踞压在下方的几片瓦片也都取下。很厉害的还有鸟就近筑巢在火龙果树里现在火龙果的果实已经比较成熟，已经有特别注意，还是有10几颗有被啃食的痕迹现在打算将上方的空间一次做个了断。反复逆向推的原因是这一侧下方已经清洗完毕但真的是方向错了，事倍功半已经算是很不错的结果而方向对了呢，事情就可以简单许多。这盘踞在上方实在太难逐一慢慢修剪推下来后呢，打算都修剪掉，只留下植株的母头就好。虽然说这可以重新扦插，或是找新的苗种植不过会不会是老虫的比较好吃呢？为了提供它更好的生长空间，也打算让这个隔间优先开始种植秋冬季节的作物因此就让它的根系先寄养在此几天自我修复一下。由于火龙果的生命非常强韧要弄死它真的很需要天分现在唯一不好拿捏的是多久之后又可以重新结果。
基于对火龙果过于善良呢，就是对自己很大的残忍啊。因为它绿色的枝蔓上长了太多刺啊，原本缠绕生长在上方，比较省事的方式是将藤蔓都修剪掉，让它重长。这些很长的气须根应该也花费掉它不少的气力啊。这些根就沿着专注慢慢的爬到地面后，才开枝散叶。现在做断根后，又会种植在比较深厚的土里，直接吸收养分与水分，应该可以轻松许多。当然，断根的另一个目的，也是因为比较好种植啊。而因为后尾的考量，要将此隔间先进行简化。山猪火龙果的根系暂时就先寄养在这里几天啊，等一旁陆续整理好，会做再次移植。接下来是采用偷懒的方式进行洋葱播种，懒得再使用培养皿，直接播种在凹洞里。关于洋葱种植的完整影片，去年已经有做完整的记录了。现在一个凹洞摆入数量不少的种子，这主要原因就算是从育苗场买来，也得做2次移植的动作啊。洋葱种植一开始很像嫩葱啊，但是日后得做分株的动作，因为得种到结球，自然每株都需要一点生长空间。因此一开始买来很像青葱的幼苗，因为非常细啊，不好分株，就先整团先种下，等长出一点，再挖起分株进行种植。主要也跟是种植在地表有关啊，这样会比较好种。最后浇水时做了一点调整，先将盛水马达摆入灌溉河道中啊，而这汽车的电瓶直接摆在里面就好，会更方便控制取水与停水。这若是取水比较远，盛水马达的电线就可以买长一点了。而最后，这则是修剪枝条时顺道采收下来的火龙果，虽然没有很熟啊，但却可以分批吃很久了。以上进度分享，谢谢收看。